月光光照地堂，蝦仔你乖乖瞓落床。来，转眼中秋节就到了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我是嘟嘟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做月光饼，可以拜月亮婆婆，是吗？是的，首先预先备好一点香兰水，大约200毫升左右。炉开，将水煮开，煮至香兰叶溢出香气后离火，倒出100毫升，剩余的暂时保留。接着再倒回原货内，加入白糖150克，煮糖浆最好能用不粘锅。炉开中火，将糖煮至化开，千万不要过多搅拌，才能避免糖浆反沙。糖煮开后转小火，开始时气泡会比较大，当气泡变小时，就要准备熄火了。糖浆不能煮太过，成品会硬，这样静置降温就好，不能搅拌。熄火，冷却后待用。高粉50克，这高粉烘焙店或网上都有出售。这是冷却后的糖浆，加入40克，拌匀。厂家在生产这高粉时已经特别调制过，如果用一般糯米粉炒熟，成品会松松散散，不容易获得预期效果。拌匀后的高粉是带一点湿润的，将拌匀后的高粉过筛，成品会比较细致。舅舅比较建议高粉这样小份处理，比较不容易被风干。如果您一次处理比较多，这过筛后的高粉要盖好，避免风干。勺出过筛后的高粉22克，在月饼膜内上点粉，避免粘膜。这是50克型号的月饼膜，将高粉勺入月饼模内，稍微按实。再倒扣在烘焙纸上，用力按几下，将饼按至紧实。这样一小份高粉可完成小月光饼4个。50克高粉，40克糖浆，我们再另调一份，拌匀后匀分成2份，每份45克。这样一份高粉用125克的月饼膜，可以完成较大的月光饼2个。您可以以相同的做法，直到糖浆全部用完为止。锅里水预先煮开，熄火，抹干锅盖内的水蒸气，再将完成后的月光饼放入，盖好，利用热水温度焖个10至15分钟，完成后的月光饼才不会松散。将色素调匀，再将月光饼上色。今天这月光饼是网友 Susan Wang 的点餐，他说他爸爸很喜欢，因为糖分很高，舅舅已经很多年没做了，希望这位网友父亲小量吃一点就好，保持身体健康比较重要。传统月光饼名副其实，圆如满月，它曾经是多少人的童年记忆，但随着社会物资日益丰盛，简约的月光饼也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。好了，今天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大家订阅、按赞，再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分享美食让人内心丰盛，祝福大家，我们再见。大家好，快中秋节了，中秋节吃月饼，想知道舅舅怎么做月饼吗？来，冰皮月饼一学就会，大家快来。先来处理内馅，150克绿豆片清洗干净，在清水浸泡3个小时。绿豆片做内馅很省钱哦。是的，但是好吃呀。浸泡了3小时的绿豆片，沥干水分，加入100毫升清水，水刚好没过绿豆片就好。接着大火蒸45分钟。60克斑斓叶剪细，倒入搅拌器中，再加入150毫升清水，一起搅拌。搅拌后的斑斓汁过筛，去掉斑斓叶渣。时间到，将蒸熟后的绿豆瓣取出，倒入搅拌器中，与斑斓汁一起搅拌成泥状。接着再将搅拌后的豆泥过筛，这样完成后的内馅会特别细致，也很香啊。在处理过的绿豆泥内加入40克植物油，
舅舅用的是葵花籽油，50克细砂糖，1/4小匙盐，中和糖的甜度，40克玉米糖浆，这可以用麦芽糖或其他糖浆替代。它的主要作用是使月饼内馅不会松散。调味后才开启炉火，中火不停拌炒30分钟，火力可以适时调低，切记要不停翻拌，避免底部烧焦。一直拌炒至内馅抱团就好，不用太干，这内馅冷却后还会变得更干更硬一些。冷却后的内馅搁置一旁，表面盖上保鲜纸，避免风干。内馅完成后，就可以开始制作月饼皮了。60克糯米粉，50克粘米粉，30克澄面粉，25克细砂糖，25克包装炼乳1包，190克室温牛奶，加入一起拌匀。都是淀粉，很容易拌匀。最后再加入25克植物油，让拌匀后的面糊更加顺滑细腻。拌匀后的面糊是这状态。将面糊直接过筛到蒸盘内，盖上盖子，避免水蒸气滴入。大火蒸25分钟。蒸熟后的面糊成团，用支塑料刮板切开，加速散热。在等待面团降温同时，取出30克糯米粉炒熟，这是一会要用的干粉。只需中火炒约5分钟或微微变黄后，就能盛起待用。接下来将降温后饼皮揉匀，将浮在表面的油再次揉入面团内。此时面团非常粘手，最好戴上塑料手套，比较好操作。揉匀后的面团非常细腻柔滑，但依旧很粘手。将面团匀分2份，再分别上色。因为用量极少，所以我采用人造色素。若对色素介意或敏感，此部分还请自行调整。完成后的冰皮面团分红色与黄色各一。再将面团匀分小剂，每小剂约15克，最终分出的小面剂共20个，剩下小部分面团当花蕊。取出冷却后的内馅，稍稍揉匀，再分成小剂，每小剂20克，搓圆待用。哇，可以开始做月饼了。是的，先取出1小剂面团揉匀，再用拇指丸按扁，置入1颗内馅，再用虎口慢慢收口。面皮较软，只需轻轻推按就能严实。再稍微搓成椭圆形，方便入模。模具内扫上1层干粉，在花心部分先按上1小块不同颜色小面团，再将饼团放入。
按至紧实后再提起脱模，漂亮的冰皮月饼就完成了。月饼的造型与大小完全随个人喜好，只需掌握食材分量与制作程序，其他的可以天马行空，自由发挥。舅舅选用梅花造型做冰皮月饼，希望可以营造出梅花簇簇，增添冰皮的凉意效果。成品冷藏2小时后再享用，口感更佳。剩下的最好3天用完。冷藏2小时后，切一个给大家瞧瞧。大家一起来吃月饼了，内馅细腻，加上斑斓清香，好吃。大家好，嘟嘟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。舅舅的冰皮月饼做法，大家看过了吗？今天舅舅再分享一个用烘烤的做法，不需任何模具就能做成，供大家参考参考。这个好。首先，140克牛油，先室温软化后再倒入料理盆中。这是咸口味牛油是吗？对，一点咸口味，比较解腻。但是如果用无盐牛油也行，多加入1/4小匙盐就可以了。筛入60克糖粉，再拌匀。稍微拌一拌匀，再次搅拌时，食材才不会四溅。加入1个蛋黄，继续搅拌，一直拌至牛油颜色变浅，转乳白色。整个搅拌过程约4至5分钟。搅拌后是这个状态。筛入20克蛋黄粉。40克奶粉，220克低筋面粉，这也可以用一般中筋面粉替代。将全部粉料一次筛入，先拌一拌，接着再用手揉匀。揉匀后的面团表面光滑，盖上保鲜纸，冷藏半小时。这时候，我们来准备月饼内馅了。取出10个预先备好的咸蛋黄，涂上1层米酒去腥。锅内水预先煮开，将咸蛋黄放入，大火蒸10分钟。时间到了。好的，熄火，降温备用。将一个塑料袋剪开。舅舅今天用的是这个牌子的莲蓉馅，包装上有特别注明少糖。加入40克烤箱后的瓜子仁，将瓜子与莲蓉馅一起揉匀。这莲蓉馅会有点粘手，建议大家戴上手套，比较好处理。对了，这瓜子是怎么处理呢？买回来的瓜子仁，先过下清水，再沥干水分，直接放入烤盘摊开，200摄氏度烘烤1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不需取出，让它在烤箱内自然降温。OK， 明白了。将揉匀后的内馅匀分成10份，这内馅共1020克。匀分后，每一份重102克。
取出降温后的咸蛋黄，再将莲蓉馅搓圆。用拇指在正中按个深穴，填入一个蛋黄后再裹上，搓圆，一个月饼内馅就完成了。这里有个小细节需注意，咸蛋必须正中填入，这样完成后的月饼切开后，蛋黄才会正中，整个成品才会感觉工整。完成后的内馅静置备用。取出冷藏后的面团，移至案板上，再次揉一揉匀。这面团刚好重500克，匀分成10份后，每份重50克，尽量将所有食材匀分用尽。这样才不会浪费食材。将匀分后，每小剂面团再次搓匀，借着手部的温度，使得面团更软化一些，这样后续会比较容易处理。取一个面团放在塑料纸内，盖上，轻轻稍微按扁，再用擀面棍擀开。取一个月饼内馅放入正中央，借助塑料袋将内馅裹上。如果是传统月饼就不需要擀平，只需将饼皮按平搭上，再用拇指推挤至严实即可。因为这是上海月饼做法，饼皮油性较高，比较没有张力，这做法是最保险，也比较容易操作的。这时候再用拇指慢慢推挤，直到内馅均匀裹上饼皮。再双手将月饼生坯搓圆，就像搓汤圆一样。因为手部温度，搓圆后月饼生坯表面是非常光滑的，而且一个个就像鲜橙一样大小。对了，如果大家觉得成品太大，那也没关系，您只需将饼皮改成25克，内馅50克，这样成品就小了。完成后就共20个了。将烤箱预热10分钟，再放入月饼生坯，180摄氏度烘烤15分钟。煨好一个蛋黄，加入1小匙水稀释，再1/4小匙油。一起拌匀，将烘烤了15分钟后的月饼取出，在表面涂抹上一层蛋液，这蛋液加清水稀释才涂抹。月饼再次烘烤后，表面不会太焦褐，感觉上会比较清爽。月饼正中沾上一点黑芝麻点缀，再沾上瓜子仁。用蛋液再次均匀抹匀，再次放入烤箱，一样180摄氏度，多烘烤15分钟。温馨提醒大家，各家烤炉火力有别，此部分请自行调整。切开一个给大家瞧瞧，冷却后的月饼，表皮有点酥脆，皮薄带点咸香，加上少糖的莲蓉馅，配上咸蛋香，真令人陶醉。对，成品表面金光灿灿，这是蛋液加水稀释后的关系，不是烤不熟或火力不够的问题。如果喜欢表面微微焦黄效果的朋友，蛋黄就不要加水稀释就行了。希望舅舅有将做法清楚表述。谢谢大家陪我们，是的，感恩大家。大家再见。